记录把玩时光，我是 Toyota， 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套来自优图魔玩工作室出品的红罗马双子。这次的红罗马算是新生的 2.0 版本，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刀阔斧的修改了所有的部分，无论是配置上还是素体上，都已经完全不是同样的一套产品了，可以说是目前2026年我玩过的这个骷髅系战士产品里面最优秀的一套。那先来看这次的头卡部分，还是这个密时代的封装啊，一边上面是古柱素体所搭载的古柱红罗马，然后下面则是古狂素体。这两款素体呢，在之前介绍优图魔玩工作室素体以及狂暴鬼兵系列的玩具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可动性。总的来说，素体方面并没有做太多的升级和改模，但是因为加上了这个狂暴鬼兵的一些零件，还有这个鞋子之后，整个个头是放大了很多。而且我特别吃这次的这个红黑然后金色的这个点缀，红色和黑色两个颜色放在一起的话，整个饱满度非常的高，使得整体的个头看起来非常的巨大啊。拿起之前我做的两款，就是自己拼搭的两款暴怒红配色的狂暴鬼兵，做一下身高上的横向对比，你可以看到因为配色的缘故，反倒是这次整体甲胄覆盖量比较少的红罗马要显得更加的威猛一些，或者说更加的粗犷暴力一些。整体的视觉感觉呢，跟之前的这个红金配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狂暴鬼兵系列好玩就好玩在它可以无限拼搭，你颜色上面有不同的素体可以去搭配。后期的话，如果有时间，我也会把原来的这些甲胄搭载在这个红色的素体上，看一下最终的这个视觉效果。然后呢，跟其他的6寸玩具我们简单对比一下身高啊，比如说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就是 Max 系列的蜘蛛侠，身高大概在16厘米。你可以看到呢，即使跟矮人素体的古柱放在一起呢，它还是会矮上，就跟最高点呢会稍微矮上一些。那古狂素体的这次的红罗马最高点是达到了将近20公分，如果算上锤子的话就更高了，基本上这边镜头都有点收不下了。那我们先从我更加喜欢的古柱开始看起啊。这次的古柱呢，其实本身采取的是这个罗马百夫长的还是军团长的这个头盔设计。如果说这次的头盔啊，它做一个这种展开的机构，或者说替换零件，把这个面罩做打开的这个感觉的话，我觉得会更有可玩性一些。不过呢，现在镜头可能拍不出来，我们把这个灯关掉，然后把这个紫光灯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效果。我这边紫光灯可能有点没电了。那我这边放一个之前的这个官图，在紫光灯的照射下，这边的眼睛的部分呢是有这个荧光效果，会有那种淡紫色的荧光效果。头雕方面还是之前古柱的这种矮人比较粗犷的头雕，但是呢你在戴这个头盔的时候还是需要小心把玩，因为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已经稍微有些刮伤了，在鼻梁处啊，还有在这个眉弓的部分都会有一些掉漆的风险。那毕竟呢，这种玩具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啊。这个不过都是小事情，后续自己拿颜料稍微点一点补一补，就不是整个颜值就能回到从前了。那这一次我觉得比较精彩的部分呢，首先头盔厚重感还有铸造感非常的强，然后来到肩甲部分，古柱的肩甲红色的这个点缀是一个方形的结构，然后下面是一个地包天的大猩猩的这个模样，或者说是类似于一个狮子头的这种战甲恶魔的感觉非常的帅气。然后来到这个腰部的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之前狂暴鬼兵的一个腰部零件，然后搭载上了一个类似于胸甲的这个零件直接作为装饰件拼在上面。这个装饰件呢，如果说利用之前的绑带零件，或者说其他带孔洞的绑带零件的话，和连接件其实可以把它转移到胸部，然后做一个联合胸甲，然后去做一个拼搭展示，还是可以就是
发挥之前狂暴鬼兵这种孔洞啊，还有一些零件搭载的玩法的。手甲方面呢，是之前的这个小臂甲和腿甲的这个通用零件，这次用的是黑色和金色的这个配色点缀，观感上非常不错。鞋子方面呢，是曾经狂暴铁鞋的战争铁靴的一款，然后再加上了这个金色的点缀，整体的配置两者是差不多的啊，只是在细节方面和素体方面做出了不同。然后再来到这次的重中之重，武器部分。这次武器部分呢，非常有中世纪和剑锋传奇的这个风格。上面你可以看到呢，有一个所谓的受害者的形象被钉在这个柱子上面，然后两个斧头的部分呢，其实上面有恶魔的脸庞，然后两边长着角，类似于一个兜帽恶魔，然后露出了两边的犄角。斧头上面的这个铸造感的纹理刻画的也是不错。然后这次连接的方面呢，也是比较有意思啊，它是利用这个斧锤的这个头部，然后这个大头，然后去捅到这边根部的。那其实我可以想象啊，就其他的这个六边形的连接孔洞，还可以做出其他的这种搭载方式，甚至呢，如果说你配合这边的古狂素体，这个罗马大莫西干头，或者说这是百夫长吧，百夫长还是军团长的这样一个头盔，你的两边啊，就是武器的两边，你甚至可以把它做成一种双持的感觉。但如果说你捅不进去的话呢，建议还是吹风机加热一下。这样呢就变成了一个双头的武器，一边是斧锤，另外一边是这个刺锤的这种感觉。而且呢，这两边呢武器还做了一定的辉映，就是相互的这样一个交互，一边是这种干尸的这个形象，另外一边呢则是刚刚绑在柱子上面的一个金色的雕塑。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是非常有剑锋传奇那种黑暗中世纪的这种设计的感觉。好，我们把这边取下，方便观看啊。那这次呢，古狂素体在头盔上面也是做了非常多铸造的细节刻画和纹理。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两边的这个鬃毛，如果在量产玩具里面能够再做的就是细节方面，鬃毛的这个细节上面能够更加细致的话，我觉得会整体的玩具质感会更加优秀一些。不过呢，通过这个金色的干扫啊，确实是把这种亡灵战士的这种感觉给做出来了，体现的还算是淋漓尽致。两侧的这个肩甲相比起这边地包天的这种兽形的这种造型，那这次的这个肩甲呢，看起来更像是古狂自己的这个头雕，然后做成了肩甲的样子。头盔这个头型的上方点缀的是一颗红宝石，然后眼睛部分呢也有红色的涂装。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个肩甲更加帅气呢？当然，我觉得这边更大的肩甲就显得更加的魁梧壮硕啊。所以说，如果说你两者只能选一款的话，我这边更推荐的是古铸的这一只。然后看到下方两者的腰带呢，基本上就是看起来是相同的，只不过是因为搭载在不同的素体上面，所以有了这个大小和视觉上面的区分。然后在腿部的这个处理方面，其实这些小配件的搭载方法，大家可以自由组合啊，就是因为有各种孔洞，甚至说你把这个护膝的这个护甲零件放在这个腿部，然后做一个这种强化零件也都是可以的，不需要按照就是官图或者说我目前视频里面展现的样子去进行展示啊。其实好玩就好玩在它可以跟之前的零件进行互动，而且身上也预留了，就看起来不是那种非常碍眼的孔洞。相比起狂暴鬼兵的就是更多的组合性来说呢，这次的孔洞开的比较克制，那毕竟呢也是迁就了它的造型，但依旧是留有了足够的 DIY 空间。所以呢后续呢我也会发一些图片，然后和之前的这些盔甲进行联动和把玩反正大家喜欢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拖一行的频道，或者说 B 站的这个动态。最后呢，我们来拿这个古狂为例，简单的掰一下可动。头盔呢，抬头、低头幅度呢都是有，然后嘴巴都有张合的这个机构。打开头盔呢，两边头边左右，然后上下甚至侧头的这个旋转都是可以的。
那拿掉这边的手上的棒槌，平台幅度呢也不会受到这边肩胛的干涉，曲肘幅度搭配上非常性感的这边耻骨和脑骨的造型，调整角度的话，曲肘幅度呢是超过90度的，二头肌旋转，然后这边小臂旋转、外摆内收都没有问题，胸腰关节呢也没有干涉，挺胸幅度呢是来到这个角度，弯腰的幅度呢可以把自己团成球，然后下段还有旋转，所以说做出一些比较极限的动作没有问题。髋关节为球形关节，抬腿幅度呢90度，外摆的话呢会有一定的限位，不过这也防止了球头的脱出。屈膝幅度还是比较优秀的，超过90度，大概是125度的水平。脚部接地是一个球形连接的关节，和转轴的配合还是不错。但是呢，因为这边有一点小干涉，所以说这一款接地幅度会不足。不过你把这个脚踝零件还有这个腿甲零件往上面调一点，就可以解放这边的可动性了。最后做个总结吧，这一次的红罗马的重置，反正也是开启了这个罗马系列。之前有过这个蓝罗马，还有这个黄罗马的就是产品嘛，所以说也期待后续的这个 2.0 或者说重铸系列的开发，因为这个系列呢，新的配件量、新的装备看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带感，然后组成一个军团的话呢，绝对是在柜子里面非常霸气的这个存在，中世纪暗黑风的这种甲胄风格，然后呢素体方面也是涂装上面带着一丝狂气，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我是Toyota Hunter，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